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策划直通车久违的终于更新了。那以前策划直通车更新的频率差不多是1个月2次，后来变成1个月1次，现在可能隔2-3个月更新1次吧。它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有什么反馈。征服赛季前的赛季中，王国领土存在共享机制，这种共享机制导致一些执政官滥用该功能，恶意扫填或者故意创建小号，并飞升到敌对王国占据位置。这种行为有些影响游戏的公平性和平衡性，请问可以优化吗？他这里所说的是征服赛季之前的赛季，那个已经对我来说很遥远了。策划答复收到建议，我们会在后续版本中进行相应的优化。若确定修改，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执政官们汇报。这个是属于比较前期的玩家啦，我们这种在后期的玩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所以直接看下一个问题。目前军器换挡功能不太方便，希望能够回归之前的设计，是否可以考虑？老实说，我是已经忘记了之前的存档功能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存档功能还可以啊，不会说太复杂。之前好像是可以直接覆盖存档了，现在需要删除了之后再保存了，好像是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对我而言真的影响不是很大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策划答复安排后续会考虑增加相应的使用教程，也会密切观察教程使用情况并进行优化。策划的意思就是看有多少人去点开教程咯，如果点开的人多的话，就表示说他们真的不会使用，到时候再考虑到底要不要去优化。第3个反馈，希望队伍存档功能回调，不要保存部队中统帅配备的装备和军器，或者增加开关功能。我觉得增加开关功能还是不错的。那我看到也是有不少的玩家说这个换挡功能有一点麻烦。那老实说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当你把一些装备或者是军器换到别的统帅上面，如果你忘记保存在行军队列中的存档呢，它派出去的部队就会切换回去，就是用回你原本的存档配置，又或者是你多选队伍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派出你的部队的，就变成每一次你要战斗之前的存档必须要确定好你的装备军器是否穿在你想要使用的统帅上面。说了坏处之后，我们说一下好处。好处就是当你要换成不同的队伍搭配的时候就很方便。举个例子，我自己本身有用埃及的搭配，还有打仗的搭配。埃及的搭配可能会用到驻防，有些大哥可能是维奇兹的部队。当你要使用不同的搭配时候，不用特意点到统帅的界面去换装备或者是军器，可以直接从存档功能那边切换。只能说这个功能有好处坏处吧，也不完全是不好的。策划答复将考虑增加一个跳转按钮，让执政官可以派遣界面上单独更改装备和军器。希望这个改进能让大家享受更方便和灵活的游戏操作。这个游戏越来越多开关按钮了，什么东西都有开关。那其实这个功能呢，我相信有部分玩家其实还蛮喜欢的。我认为他们的处理方式算是正确的，也不需要直接把这个功能给移除掉，你可以增加一个开关按钮就好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开启或者是关闭。第4个反馈，是不是可以增加好友亲密度系统呢？通过提升亲密等级来获取各种道具奖励，同时也能够加深彼此的关系。为什么要增加这种功能？他要把万国觉醒变成 MMORPG 游戏吗？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啦。我认为玩家会写出这个原因的契机，应该是前阵子国服真的有玩家去结婚了。那国际服之前也是有啦，日本跟什么澳大利亚好像也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提议这个反馈啦。策划答复反馈收到，我们将认真考虑并研究执政官之间点对点社交关系，以提升游戏体验和社交互动，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建立和维系彼此之间的友谊。真的要增加这个功能咩？是不是说以后万国觉醒可以跟其他的玩家结婚了？哇，万国觉醒其实有大部分玩家都是男的嘞。看来万国觉醒即将要发生一个又一个的断背山了。第5个反馈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建议优化匹配结果公示的时间，因为必须熬夜到凌晨12点才知道结果，这个是国服啦，国际服要等到早上8点亚洲时间，感觉有些晚了，希望能够提前一点进行公示，这样就能够更早的了解自己匹配结果，能够更好的计划和安排游戏时间。那这里国服所说的应该是他们12点之后大家都要去休息了，所以希望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才公布。但是我想要说的问题就是，他从开始报名的阶段到我们正式进入 KVK 的阶段，这一段长长的时间。OK，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差不多要等1个星期，这个是报名阶段。报名阶段结束之后，他要进入匹配阶段。
这里好像又要花2到3天的时间。万一找不到匹配的对手，就要进入补选阶段。在补选阶段结束之后，你们别以为匹配结果出来了，又要等多3天的时间。这是进入匹配阶段，在匹配阶段结束之后，你们别以为结束了，又到了公示阶段，也就是匹配结果出炉了，让自己看有没有匹配成功，然后这张地图上有哪一些敌人之类的。这里前后差不多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吧。然后前置花6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在你正式进入失落之地之前，是已经花了差不多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我是觉得说这个阶段太长了，能不能缩短？要等很久啊。虽然这个反馈跟我讲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抱怨一下，这个匹配阶段真的是太长了。第6个反馈也是有观众跟我说过，在埃及之战中遇到对手不参与的情况，导致无法达到1万分，进而无法获得奖励。希望能优化积分获取方法，避免因为对手不参与，从而打击其他玩家的积极性。策划答复，确实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在积极进行内部讨论，以寻找可能改善的方案。若后续有可落实的计划，将会第一时间告知各位执政官。所以这边策划是已经看到你们的问题所在了，他们之后会改进，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快点去处理这个问题啦。第7个反馈，希望3方问鼎活动能够加入挂机处罚机制，因为太多人挂机会影响自身的游戏体验。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个是什么活动来的？这么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呢。其实3方问鼎就是移城纷争，但是是组队版本，有一点像王者荣耀那样子啊。你被打死之后其实是会复活的，由3个玩家组成一个队伍，看哪一个队伍拿到的分数越多就可以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有玩家挂机，就变成他们那一场比赛一直输。策划答复，这个问题我们本来就在密切关注，目前已经有了一些针对3方问鼎的体验问题的优化措施，请各位执政官耐心等待，我们会努力满足大家的期望。那严格来讲，那个活动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啦，比起一城纷争，一城纷争死得太快了，就没有什么游戏体验。反而这个组队模式还比较好玩一点，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不在乎这个活动的啦。第8个反馈，建议联盟总动员可以增加一键刷新全部未领取的任务，或者可以增加锁定个别任务一键刷新全部任务的功能。为什么近期的问答都有联盟总动员呢？策划答复，我们会酌情考虑调整刷新任务的功能，敬请期待。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选取的一些问答。老实说，这边的反馈呢，有好几道题都不是很重要啦，还有一些操作上的调整，像是刚刚所说的换装备跟军器的问题。不过比较起以前确实是好很多啦，之前都是讲我们会考虑，都没有实际说到底会不会更改。但是好友亲密度关系呢，那个我是真的觉得不是很重要啦，要不要增加都没有什么关系。与其去搞这种东西，还不如增加我们的游戏体验。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